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小三怀孕来逼宫，我顺着演了一出好戏，瞬间让他们反目成仇。汪佩兰和老公丁飞杰相识于大学校园，从校服到婚纱，从初恋到丈夫，没有什么狗血与坎坷。公公婆婆也通情达理，看好二人的婚姻。婚后作为全职主妇，也从来不会为柴米油盐发愁。汪佩兰一直觉得自己很幸福，直到那一天，汪佩兰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当时她正在家里陪女儿，丁飞杰突然回来了，神色异常。汪佩兰很纳闷儿，老公这个时候应该在公司上班才对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丁飞杰走到汪佩兰面前，一脸严肃。汪佩兰更加纳闷了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丁飞杰坚定地说道。汪佩兰愣住了，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他的眼神中坚定带着一丝愧疚。过了许久，汪佩兰才反应过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颤声问。丁飞杰此刻不敢正视他，语气却依旧坚定：“我不想骗你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”汪佩兰的脊背发凉，连牙缝都渗出丝丝寒气。你在外面有人了？丁飞杰脸色有点讪讪的，避而不答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好好决定下女儿的归属，再想想怎么分财产吧。”说完，丁飞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不再回家。他不愁没地方住，因为他家经营着一家宾馆。这一切让汪佩兰猝不及防，她崩溃了，哭着给自己的爸妈打电话。爸妈马上赶过来，大骂丁飞杰：“佩兰，咱不在这受气，咱离婚，你还年轻，你还能找到更好的。”妈妈抹着眼泪说。汪佩兰突然大哭起来，因为她心底不想离婚，她还舍不得丁飞杰，她依然爱他。好在公公婆婆给她撑腰，坚决不同意儿子离婚。佩兰，你放心，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，你永远是我丁家的儿媳妇。他要是再敢提离婚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公公丁明远掷地有声。丁明远一家之主，掌管经济大权。最近2年，丁明远的高血压越来越厉害，才把宾馆交给丁飞杰打理。婆婆秦燕婉轻轻拍打着汪佩兰的脊背，低声安慰：“没事，我和你公公会给你做主的。”公公婆婆的手段还是很厉害的，没过多久，丁飞杰就乖乖地搬回家住。但夫妻俩的感情已经不复从前了。丁飞杰的人虽然在家，但他的心已经不在了。汪佩兰的心还是很痛，此时婆婆谆谆教导，语重心长，教她怎样才能挽回男人的心。佩兰，你现在最主要的呀，就是给飞杰生个儿子。只要你生了男孩，你在这个家就有底气了。飞杰看在一双儿女面子上，也不会和你离婚的。他爸爸也绝不允许飞杰离婚，你的日子就安稳了。再生一个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工作？秦燕婉却笑了：“为什么要出去工作？你只要把握住丈夫的心，你这一辈子就什么都有了。你看我没上过1天班，我还不是过得好好的。那些在外打拼的女人，几个能比上我过得好的？”秦燕婉一脸骄傲，继续教导她：“佩兰，我们做女人的要懂得如何留住男人的心。男人呢，现在年纪轻也是很正常的，闯祸惹是生非也是有的。特别是优秀的男人，外面的女人主动投送怀抱，各种引诱，他能抵挡得住吗？聪明的女人就要学会以柔克刚，要包容自己的男人。男人都是有孩子气，都有爱玩的那一面。他在外面和那些野花野草玩，你不必太较真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越不计较，男人心里就越愧疚，他不好意思离婚的。其实飞杰的爸爸
年轻时和飞杰一个样，最后还不是被我治得死死的。然后秦燕婉用开玩笑的语气讲了一件当年她遇到的类似的事儿。有一天，丁明远的一个情人来家里闹，让丁明远对他负责。丁明远当时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当起了缩头乌龟，不敢露面。秦燕婉把女人留在家里，好吃好喝伺候着。女人被秦燕婉的气度所折服，深感自卑，于是自己离开了。丁明远回来后，对秦燕婉感激涕零，从此在外面老实多了。汪佩兰默默听着秦燕婉的御夫之术，心里一片黯然凄凉。妈，你难道就没有生一点气吗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这叫多见不怪了。再说，咱家是男人，又不吃亏。秦燕婉轻轻笑起来。一个女人要守住自己的家，要留住自己的丈夫，就得心胸宽广。汪佩兰不觉得自己能够像婆婆那样难得糊涂，但她却真心想挽回丁飞杰。此刻的她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按照婆婆说的，看能不能再生一个儿子。不久，她又怀了孕，检查出来是个男孩，一家人很高兴。怀孕期间的汪佩兰对丁飞杰更温柔体贴了，也不再追究他外面的是是非非。甚至有时夜里，丁飞杰偷偷溜出卧室，和那个女人通电话，汪佩兰也佯装睡得很沉很沉。汪佩兰听见丁飞杰叫她晶晶。有一天，秦燕婉又来了，汪佩兰忍不住委屈地向婆婆说起那个叫晶晶的女人。秦燕婉轻轻拍拍汪佩兰的肚子，安慰她，这种女人没有任何威胁力，只要你儿子出生了，她自然会归心。当初啊，你公公也这样。儿子小杰出生了，小杰满月那天，丁家大宴宾客，公公婆婆非常开心，满脸红光。丁飞杰那天也很高兴，喝了很多酒。汪佩兰偷偷瞅一眼丁飞杰，心想，儿子生了，他总该收心了吧。他已经想好了，如果他真的回心转意了，那么之前的一切他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是很快他就发现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。儿子出生以后，丁飞杰没有丝毫改变，甚至夜不归宿的借口越来越多。汪佩兰感觉自己很失败，无论做什么都拴不住男人的心，又感觉自己很可笑，可笑自己的卑微。过去汪佩兰是鄙视这种女人的，结果到头来她却成了一个这样的女人。汪佩兰，你当初的骄傲呢？你终究是活成了你最讨厌的模样。她向婆婆秦燕婉诉委屈，婆婆总是很同情儿媳，话语里夹着疼爱的责备。佩兰，咱们女人啊，不能总是以男人为中心，他其实也是爱你的，只不过男人嘛，花心是正常的。你是他法律上的老婆，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这是不可更改的。现在的你呀，又不缺钱花，有一对可爱的儿女，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飞杰在外面玩够了，自然就回家了，不要每天愁眉苦脸的。这一点，你要向我学。当年我可比你想得开，比你快乐多了。婆婆的话，汪佩兰听进去了，不再关注丁飞杰的一切，专心把心思放在自己和孩子身上。公公婆婆对她确实不错，每月都按时给她足够的零花钱，还时常过来看孙子孙女，日子过得倒也舒坦。汪佩兰住的是高档小区，早教中心和幼儿园都有，所以每天她只需要把女儿和儿子送到幼儿园和早教中心，便不用再操心。闲暇之余，她给自己报了一个辅导班，她打算考个事业编，老公靠不上，那就只能靠自己了。不过这些没让公公婆婆知道。这天黄昏，汪佩兰刚回家没多久，门铃突然响了。她打开门，
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面前，眼中充满挑衅与敌意。我叫王晶晶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汪佩兰的心一沉，脸色变了。她想关门，王晶晶却先她一步，用手抵住门，直接走了进来。王晶晶进了屋，才冷笑道：“我来是有事跟你说，这么心虚干嘛？”汪佩兰赶紧把王晶晶带到偏厅，她不想让两个孩子听见什么不得体的话。你想说什么？王晶晶望着她，嘴角一缕玩味的笑。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，用生孩子留住男人，不觉得可怜可悲吗？丁飞杰不爱你了，你还赖着他干什么？那你就能确定他爱你？汪佩兰悠悠地问。他在外面的女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胡说，他外面只有我一个女人。王晶晶恼羞成怒，从包里拿出一份医院的报告，在汪佩兰面前一闪：“我和飞杰孩子都有了，你以为只有你会生孩子吗？”汪佩兰努力克制着自己，不让自己失态，轻声说道：“是吗？那恭喜了，流产好几次了，这一次一定要把握住才行。”汪佩兰曾悄悄找人调查王晶晶，知道她曾流产过几次。王晶晶的脸色瞬时变了，她这次送上门，本来是要激怒汪佩兰，把事情搞大，让汪佩兰主动提出离婚。可汪佩兰的反应让她大失所望。王晶晶鼻子哼了一声，坐下来，嘲讽道：“你可真是大度，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，竟然还能这么平静。不过，我不信你不恨我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送上门来给你报仇，你敢吗？”汪佩兰瞅瞅他虚张声势的模样，轻笑一声，缓缓走到梳妆台前，随便拿出一个盒子，在王晶晶面前打开，一团耀眼的光芒迸射出来。这戒指是卡地亚的，当年我告诉丁飞杰怀孕了，他便让家里买了这枚钻戒，向我求婚。这戒指也不贵，大概50多万吧。汪佩兰拿出钻戒，戴在手上，轻轻转动，钻石的光芒便随之流转。她看向王晶晶，神色轻松地说道：“我能看看你的钻戒吗？他比以前有钱了，想必你的钻戒应该比我的要好很多吧？你有钻戒又怎样？他还不是一样背叛你？”王晶晶的脸上五光十色，半天吐出来一句话，悻悻离开了瞅他，咳嗽几声：“佩兰，你放心，我答应过我爸妈，我不会离婚的。”汪佩兰面无表情地望他一眼，一声不吭地走进了卧室。王晶晶离开后，汪佩兰的委屈一冲而出，哭着给婆婆打电话。婆婆又是一阵安慰，不得不说，婆婆很会安慰人。王佩兰的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。晚上，丁飞杰回来了，两个孩子已经睡了，汪佩兰正坐在沙发上发呆。丁飞杰愁把丁飞杰关在门外。几天以后，汪佩兰带着一双儿女去看望爷爷奶奶，进门呆住了。王晶晶竟然坐在那里，和秦燕婉有说有笑。汪佩兰看到此番情景，犹如晴天霹雳，她抱起小杰，牵着小婉扭头就走。身后传来秦燕婉的喊声，她并没有回头。回到家，秦燕婉的电话就打过来。汪佩兰接起电话，这一次她没有喊妈，只是静静听着。佩兰，你别误会了，我把那个女人叫过来，只是想让她离开我儿子，没别的意思。汪佩兰没有再继续听下去，挂了电话。这次她不会再听婆婆的了，事情要是真如她所说那样，那他们会笑得那么开心。晚上，汪佩兰哄睡了两个孩子，她又把那枚卡地亚钻戒拿出来，细细打量。卡地亚闪烁着迷人的光泽，充满了她的眼眸。这枚华丽昂贵的婚戒，
和当初一样迷人，把刚刚毕业的他带进了婚姻，同时也带走了他的青春，带走了他的自由，带走了他的尊严。直到今天，直到现在，他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。这些日子自己这么卑微，到底是因为爱情，还是因为虚荣？当年在大学里，汪佩兰也是校花级别的人物。当年追她的这么多，她挑挑拣拣，最终选中了帅气体面的丁飞杰，白马王子。他符合汪佩兰少女时代的爱情梦想。于是他们俩恋爱了。大学毕业的前夕，汪佩兰意外怀孕，她很慌张，还没有心理准备要做一个母亲。丁飞杰却很兴奋，要马上娶她。我不需要你赚钱养家，一切由我，你只要照顾好我们的宝宝就行了。丁飞杰把她搂在怀里，吻着她的眼泪。她只好奉子成婚，答应嫁给他。他给她购买了名贵的卡地亚钻戒，风风光光把她娶进门。很多女孩子羡慕她嫁得好，觉得她是人生赢家。那时她觉得自己是幸运而幸福的。第二天，汪佩兰拿着那枚卡地亚钻戒找到一家首饰专柜，换了一笔钱。爱情没有了，婚姻也要没有了，她再也不想看见这枚钻戒。王晶晶恼火而伤感。那天她去找汪佩兰，碰了软钉子，只好又去找秦燕婉，哭着说怀了丁飞杰的孩子。秦燕婉劝她生下孩子，许诺丁家可以抚养这个孩子，还会给她一些钱，但丁飞杰离婚是不可能的，让她断了这个念头。王晶晶心灰意冷，于是便和丁飞杰哭闹，要一枚婚戒，并且是卡地亚钻戒。丁飞杰搪塞他，说暂时没有那么多钱，等有了钱再给他买。这让王晶晶彻底寒了心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能给我婚姻，连一枚钻戒也舍不得给我吗？我好歹跟你2年了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根本不爱我，你爱的还是你老婆。一气之下，王晶晶晚起失踪，把丁飞杰设进了黑名单，自己跑到日本去旅游。富士山下，王晶晶穿着性感，拿着手机正在自拍。虽然怀孕2个月，但丝毫不影响她妖娆火辣的身材招惹男人的目光。很快有男人主动搭讪，看上去还是个不错的男人。王晶晶感情空窗，寂寞孤独，正需要男人的情感慰藉，便飞蛾扑火般地接住男人的热情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男人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她。王晶晶一看，心里一颤。高进宽，鲲鹏地产公司市场部执行总监。他知道这个地产公司在很多城市都开发了楼盘。两人聊得很投机，回酒店时才发现两人竟然住在同一个酒店。高进宽邀请他共进晚餐，王晶晶矜持了一下，便答应了。对面坐着这样一个优质男人，王晶晶的早孕反应也跑得无影无踪。两人度过了愉快的晚餐时间。晚餐后，高进宽邀请他街上逛了逛，买了一串珍珠手链送给他。这么贵的东西我怎么能收呢？王晶晶嘴上推辞，心里却很高兴。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没有想过再婚，但从今天起，我要追求你，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。高进宽说的情真意切，眼睛里一脉深情。这一夜，王晶晶失眠了，她抚摸着自己的小腹，辗转反侧。高进宽是一个帅气多金的优质男人，比丁飞杰不知强多少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家还是黄金单身汉，对他一见钟情。这是上天看他走投无路，才把高进宽送到他面前吗？他是不是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呢？毕竟他也不年轻了，该收手了。至于他对丁飞杰，与其说是感情，无宁说是不甘。
他不愿服输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输过。王晶晶的嗜好就是当第三者。迄今为止，他已经成功勾引3个已婚男人，毁掉了2个家庭。王晶晶小时候跟爸爸和小三跑了，母亲从此郁郁寡欢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她成了孤儿，但她很倔强，不肯到姨妈家寄居，而是一个人守着空落落的房子长大。她妒忌别人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，伴随她长大的，除了孤寂自卑，还有悄悄生长的意难平的恨意。大学毕业后，她找了一份工作，一个人的生活无聊而寂寞。她瞅着身边那些有家的满脸幸福的男人女人，意难平愈来愈重。于是她就拿自己当筹码，玩起了游戏。她开始化妆打扮，她本来有一副好坯子，略微一捯饬，便可以足够吸引男人的眼球。她为自己杜撰了华丽的身世，开始诱惑看中的男人，使男人很快陷进她的温柔乡。当男人为她和老婆闹离婚，她心底就充满了报复的快感，但她也因为流了几次产，身心俱损。流产后被掏空的不仅是她的子宫，还有她荒凉的心。在这种重复的生活中，她累了，想要结束这种日子。之后，她便遇到了丁飞杰，与他纠缠了2年的时间。在这2年的时光里，她不知不觉之中也付出很多感情。她进退维谷，欲罢不能。她曾想过，如果丁飞杰真的能为她离婚，她就真的嫁给他算了。但是当她了解了这一家人后，才发现汪佩兰的姿态让她自卑，秦燕婉的态度让她失望，丁飞杰的话语让她心寒。这次来日本，她既是和丁飞杰玩失踪，逼迫丁飞杰就范，也是借此调整一下心情，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没想到高进宽出现了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高进宽对王晶晶开始了热烈的追求。这是不同以往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恋爱。他的心是自由轻松的，他像一个长途跋涉的人，找到了歇脚的驿站，感到了久违的幸福。那一天，高进宽邀请王晶晶到他的房间。进门，他就呆住了，是早已准备好的烛光晚宴。2人喝红酒，吃晚餐，浓情蜜意在高进宽的眼眸里跳转。他开始问王晶晶家里的事，说想去他家拜访二老。王晶晶心里一颤，低头不语。良久，才低声说：“我的妈妈已经去世10几年了。至于我的爸爸，我早已忘记他长得什么样子。”然后他慢慢讲述他的身世，讲述他的第一次恋爱。不知不觉，他已经满脸是泪。当然，他隐藏了当第三者的事情。高进宽给他擦干眼泪，忽然起身拿出一个锦盒，里面一枚钻戒熠熠闪光。他单腿跪在王晶晶面前：“晶晶，从今后我就是你的家人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答应我，嫁给我吧。你不在乎我的身世，你父母会反对的。”高进宽微微笑了：“我都快40岁的人了，我的婚姻不需要父母同意。再说，我的父母一向尊重我的选择。”然后高进宽拿出钻戒，给他戴在无名指上。“喜欢吗？这是我找朋友专门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，卡地亚的哦，卡地亚钻戒。”王晶晶的心里一紧，她的手上终于也有了一枚卡地亚钻戒。她轻轻转动手指，钻戒的光华照进她的心底。那一晚，高进宽要她留宿，但王晶晶婉言拒绝了。她说她是一个传统的人，要等到结婚那一天。其实她是害怕高进宽发现她腹中的秘密，她想回去做掉那团肉后，以全新的身体迎接他。度假结束，高进宽和王晶晶暂时分别。他们约定，
王晶晶回去办理工作辞职，然后去高进宽的城市生活。她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做流产，虽然是无痛流产，但麻药过后，她还是感觉到锥心的疼痛。医生发现她的子宫内膜已经很薄，便问她做了几次流产。她支支吾吾说以前做过一次。医生叹气说，女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流产对身体伤害很大，恐怕以后会影响怀孕的。那我以后会不会怀孕？王晶晶紧张地问。她马上要奔向新生活了，如果不能怀孕，她如何向高进宽交代？医生安慰她，要好好调养，坚决不能再流产了。王晶晶躺在出租屋内，昏昏沉沉地睡着。她已经睡了一天一夜，期间醒过来几次，想喝口热水，但是腹中疼痛，身子软得没有一点力气，实在爬不起来，只好又昏睡过去。天黑的时候，王晶晶感觉身上有了一些力气，她便起身到厨房给自己煮碗面条。门突然开了，丁飞杰和秦燕婉提着一兜营养品走进来。晶晶，这么长时间，你去哪里了？可把飞杰担心死了。秦燕婉满面含笑。秦燕婉打量一下王晶晶的脸色，你这是生病了？脸色怎么这样难看？王晶晶一脸冷淡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和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然后她继续到厨房煮自己的面条，热油，炝锅，倒上热水。秦燕婉在厨房外面陪着笑，怎么能没有关系呢？你怀了飞杰的孩子，你放心，我们家是不会亏待你的，你先养好身体，一切我们慢慢商量。王晶晶嗤的一声冷笑，孩子没有了，我已经做掉了。你说什么？孩子真的没有了？丁飞杰一步踏进厨房，王晶晶冷冷瞅着他，指指自己平挺的肚子，做掉了，没有了。丁飞杰脸色变得铁青，扭着他的胳膊，你这个坏女人，你真是太狠了，竟然杀死我的孩子。二人最终不欢而散。这天，汪佩兰带着2个孩子回到家，愣住了，家里异常热闹。丁飞杰在客厅看电视，婆婆和公公在厨房忙着，餐桌上摆满了菜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汪佩兰有些诧异地问道。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丁飞杰一脸柔情地对着汪佩兰说道。汪佩兰愣了半晌，才回过神来，结婚纪念日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嘴角露出一丝莫名的笑容。今天也是团圆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人好长时间没有在一起吃饭了。秦燕婉在厨房露出半边笑脸。一家人坐在桌子前，其乐融融，2个孩子欢声笑语。丁明远作为一家之主，先发言。他说，汪佩兰是他家的好儿媳，给他家添丁，生了一双好儿女，这些年带孩子很辛苦，毫无怨言，他们一家人都得感谢他。秦燕婉也在一旁附和，夸奖汪佩兰脾气好，识大体，是个难得的好媳妇。然后秦燕婉看向丁飞杰，飞杰，你也说几句，你能娶到佩兰，是你一辈子的福气。丁飞杰有些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佩兰，这些年你辛苦了，快把给佩兰买的礼物拿出来。秦燕婉一旁催促。丁飞杰拿出一串项链给佩兰戴上，汪佩兰只是淡淡的笑，一家人都跟着笑，是如此的温馨。晚饭后，汪佩兰把2个孩子早早哄睡了。她看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公公婆婆，还有那个已经有些陌生的老公，她突然把几页纸放在茶几上。爸妈，今天你们正好都在这里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要和丁飞杰离婚了，这是我起草的离婚协议。那一家人的笑脸瞬时僵住了。
秦燕婉忽然把汪佩兰拽到另一间屋内，拉着她坐下。她用手轻轻抚摸几下汪佩兰的头发，满脸慈爱地望着她。佩兰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我有个好消息正想告诉你，飞杰和那个女人彻底断了，那个女人怀的孩子也没了，以后咱家里就太平了。汪佩兰一脸惊异，孩子真的没了？秦燕婉点头，那孩子没了，自然流产了，飞杰也和那个女人断了，这下你该放心了。汪佩兰只是静静地听着，低着头不说话。佩兰，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飞杰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就原谅他吧。他向我们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在外面胡闹。我知道你一向懂事，善解人意，就不要再耍脾气闹离婚了。妈，我不是闹脾气，我是真的要离婚，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。汪佩兰正色道。秦燕婉轻轻叹气，依然柔声劝她：佩兰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飞杰那点事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你看妈还不是这样过来的。你爸年轻时候也犯了不少错，我根本没计较。你看现在他对我多好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这男人啊，就是长不大的孩子，我们女人啊，就得多包容他，他迟早会明白你的心。你看你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听妈的话，咱不离婚，妈以后会更加疼你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你，我做不到你那样的大度，婚我是离定了。汪佩兰声音不大，口吻却是不容置疑的坚决。你真的要离婚？汪佩兰点点头。秦燕婉忽然脸上显出一线嘲讽：佩兰，你在我家吃喝不愁，从不缺零花钱，你如果离婚，你又不工作不挣钱，你以后靠什么生活？别说你养孩子，连你自己都养不起。汪佩兰微微一笑：妈，我还没有告诉你，其实我前一阵参加了市里的公务员考试，笔试面试都通过了，我很快就要去政府上班了。王晶晶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她发信息告诉她一切都办妥了，问她那边怎么样。大半天那边没有动静。王晶晶没有在意，因为高进宽说过，他时常开会，白天回信息的时间很少。直到晚上，那边才回一个信息，说在国外学习，短时间内不会回国。王晶晶懵了，问他什么时候出的国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何不告诉他？那边久久没有回音，然后发过来一个信息。高进宽说他的母亲瞒着他去调查了王晶晶，他真的不介意他的身世，但他特别介意他所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没有可能。这一天黄昏，王晶晶一个人呆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她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钻戒，她不时用手轻轻抹撒。这一段时间，她时常到这里发呆。公园的管理人员怀疑她会自杀，不时在她身边观望，劝她有啥事一定要想开。王晶晶凄凉一笑：放心，我不会死的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呢。忽然，王晶晶听到孩子的欢笑声，她别脸，愣住了。一个脸色清新的女人带着2个孩子站在面前。是你？真巧，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。汪佩兰笑盈盈地望着他：我已经和丁飞杰离婚了，你们可以在一起了，怎么样？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王晶晶自嘲一笑，神色凄然，低声说：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你的孩子真的没了？当然，我做掉了，他本不该来到这个世上。王晶晶一脸无所谓的冷漠。汪佩兰心里一颤，她忽然瞥见王晶晶无名指上的钻戒，惊讶地问了一句：怎么，你订婚了？王晶晶抬起手指，伸到汪佩兰面前，有点自豪地说：是的，我订婚了，
我男朋友给我买的卡地亚钻戒。卡地亚钻戒。汪佩兰凑近看了看，忽然微微皱起眉峰。这钻戒怎么了？好像是赝品，你最好去找专柜鉴定一下。赝品？不可能！王晶晶惊叫起来。汪佩兰没有再理会，带着孩子们离开了。走了几步，她又回头，看见王晶晶依然翻来覆去看着手上的钻戒。她在心里轻轻笑出声。其实，不仅王晶晶那枚卡地亚钻戒是赝品，连高进宽那个人都是赝品。高进宽不过是他用钱雇来的一个演员，在王晶晶面前演了一场精彩的戏。玩弄感情的人，终将会被别人玩弄感情。以欺骗为开始，必将以被骗为结尾。希望他能明白这个道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